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宇谦老师，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前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呢，川普新任的一位国防部的次长，这个人有争议，或者是说我们要小心，因为他的言论主张是什么？需要为台海战争做准备，讲的当然是美国人嘛。他还说了，已经面临台湾问题的脆弱窗口。我们先来看看过去他的发言，其实他好几次提到台湾，说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人应该要赶快把台积电给毁了，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啊，因为要选举了，选举之前还有很多人说这是假讯息啊，或者说不要散播这样的讯息。可是的确啊，他在自己的 X 上面就这样讲啦。他说，如果让台积电完好无缺落入中国手中，那么我们肯定是疯了。抱歉，这不仅仅是台湾的决定，对我们其他人来说太重要了。如果过去他是 nobody 也就算了，未来他会变成美国的国防部次长那有可能他的想法会变成真哦。今年2月份他又再提了一次，他说如果中国接管台湾，摧毁或者是瘫痪台积电就是筹码，他就是把台湾的台积电当作筹码就是不可以落入中国手中，所以要先把它给毁了。我得不到，我要把你给毁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这个台海之间的一些命题美台后勤协议成保命符吗？专家讲了，允许美军它的军机赴台湾补给燃料。这是反制中国大陆的胁迫，所以有可能会这样做吗？让他来这边补给啊、加油啊这些燃料未来可能也是一项选择吗？而另外我们看到歼20、歼35战机航程倍增中国大陆的运20B 胖妞恐已服役，这个也是一个军事上面的新闻，来自于中国时报说是像对岸已经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布置。而另外我们看到川普即将上任倒数计时，他的幕僚、他的团队现在都慢慢的就位了。我们看到他引荐多位科技精英进入五角大厦，美国未来可能就是无人机的时代应该就是已经是确认的，各国都在这样做，中国大陆也在这样做。包括这个美国未来的方向是希望五角大厦的外包制造项目从少量昂贵的载人平台像是战机轰炸机，就是有人在驾驶的，积极转向没有人的我们大量的便宜的这个无人机、无人舰艇反正上面没有人操作，我在这个中央这样调控一下这个像是自杀无人机自杀舰艇。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战争武器。而另外这个南韩过去呢大家知道跟美国的关系很好，是美国的盟友，可是因为现在政局动荡，美国人也很担心我们就来看看拜登跟南韩之间的关系，说是驻韩美军数目不减。好，这是最好的圣诞礼物，因为呢这个拜登已经签署了年度国防政策法，他要求驻韩美军必须维持在28500名是不是担心未来川普上任之后减少呢？说是他会这个协同韩国对朝鲜的嚇阻做出承诺就是我们一定帮你抵抗北韩啦这个你要放心啦。而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尹锡悦的状况现在越来越不好了他拒绝这个戒严廉政组传唤。没有到案，他不断的拒绝。他说：“这个戒严是我的权利作为总统，这是我的这个权利跟职责所以我不到案。那另外呢，像是弹劾文件，他也拒收。可是你拒收归拒收，这个法律的效令是已经生效了。现在的代理的总统是总理韩德洙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本来在野党有说要来弹劾他，可是现在暂缓，因为国家。”不能没有领导人，所以暂缓弹劾他。而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跟南韩的关系是不是悄悄的也有变化了呢？当然，中国也在密切注意韩国的政局。我们看到中韩的外长通了电话那说是这个赵对列说，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发展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个国内尽管动荡，可是他跟王毅说，我们的关系还是很好的，绝对不会有任何改变的。而日本呢？日本跟中国大陆的经济上面好像有一点点回暖跟解冻的讯号了。怎么说？
日本的一些水产品现在渴望可以再度进口到中国大陆去了。这是在耶诞节，我们看到呢，这个日本的外相去访问王毅跟李强，讲到我刚刚说的水产品进口的事情，要战略互惠。那我们就知道了包括因为川普即将上任所以呢，中国大陆可能对日本的策略有一些改变要因应川普未来的一些方向所以习近平识破帽破冰了，这是我们看到联合报的一个标题，背后就是为了川普所以中国大陆也在改变它的一些国家的外交的一个策略跟方向，所以未来包括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事件被影响，禁止进入中国大陆的某一些部分的产品，如果经过了一些检测，就可以进去中国大陆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呢，香港的学者绝内彻就讲很明显的，中日之间的力量平衡已经向中国倾斜。日本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呢，尤其是过去几年，其实是蛮抗中的可是现在好像有往中国倾斜这样子的一个迹象了。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我刚刚讲的，为了应对即将上任的川普，习近平和识破帽可能会寻求破冰，国际局势瞬息万变。来，彬哥，我觉得这个柯博吉，因为他过去最有名的就是，反正如果老共敢打台湾，我们先毁台积电。这个就是完全没有把台湾人的利益跟性命摆在眼中，考虑到的就是美国的利益。所以这个人未来当次长，那可以想见的。他未来就是不断的来跟台湾要钱，然后对台湾指指点点，要你做这个做那个，你要达到美国的标准。那可是美国有承诺说会来在危险的状况必要的时候来保护台湾吗？没有，他们没有一个人讲这句话。所以这个就是台湾最危险的一个状态。可是显然这个即将变成事实。那这个事实，就要赖清德政府要怎么去因应这个事实？因为未来当别人对我们虚所无度的时候，我们真的有这个钱供给吗？你现在光是财划法你就吵得不可开交了，说地方把钱都拿走了。那请问一下，当川普要跟你要钱的时候，你要给他还是不要给他？我觉得这个就是个大问题啊。所以赖清德自己要去好好想想，川普上台你要怎么去因应他。那至于说美军如果长期固定的把台湾作为他的补给基地的话，我跟你保证，老共一定会有非常剧烈的反应，这是必然的，因为这就等于你美国在对他进行某种恫吓。那老共会坐以待毙吗？当然不会。所以我觉得美国为什么过去一直都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的考量就是这样，他们也知道老共会做很大的动作嘛。所以当美国准备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台湾真的要危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大家自己去看。那当然，中国大陆不断的在逐渐加强它的打击能力，还有它的对台湾的整个周边的整个控制力。那运20B 早晚都会正式服役。那也一定会提供他们长程打击的能力，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应对？像台湾，大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才有个消息说，大陆那边准备在2026年之前买100万架的无人机。虽然这个数字听起来是有点夸张，但是大陆显然在无人机方面是在积极的提升它的水准跟数量。那我们有没有办法？那美国现在也发觉，从乌俄战争的教训发现，它有这一些高科技的大型无人机。恐怕在战场上不见得能够占到完全主导的优势，他还需要中低阶这种廉价的无人机帮他配合，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往这个方向走。那我们呢？我们台湾目前有的方向是我们去跟美国买无人机。那你觉得美国做的会很便宜吗？那实际上我们所谓的跟美国买无人机，我跟大家保证，这个在干什么？你知道，在帮美国分担研发成本，就是这样子而已。其实摆明的就是这样子啊，到最后美国就说来，我要做一个什么无人机，你台湾投资多少，日本投资多少，韩国投资多少，大家一起来出钱帮我美国做，然后最后他再把这个东西卖给我，美其名可能用比较优惠的价钱。那问题是美制无人机这种廉价的无人机在乌俄战场上一直以来效能不彰，那我们要去跟一个效能不彰的这个生产的国家去买它的无人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正确的考量吗？我真的很疑惑。那尹锡悦，我们讲不客气讲一点，他现在就是在耍赖，就是躲在乌龟洞里头死都不出来。那所以逼着南韩现在就直接说你不出来，你不接收也不行，我不管啊，反正时间到我就是要开庭。那问题是，如果他采取这种方式的话，那尹锡悦
到时候可以去法庭上为自己抗辩吗？那他出庭会不会被逮捕？我觉得这个恐怕都有很多问题哦，这个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尹锡悦就是不断的用这种方式把韩国的事情搞得更复杂。那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对他来讲，如果有机会，当然能够尽量跟日韩维持友好的关系，对他来讲是很重要。那有人说，在水产的事情上面，中国大陆是不是要让步？其实并没有。为什么？因为之前日本不是承诺让中国大陆去他福岛那边相关海域去检测水质了吗？双方等于是达成了一种协议。那就这个地方，大家找到台阶下，能够进一步和缓双方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对双方彼此都是有利的。那对日本来说，他现在自己内部的政局已经动荡不安了，这个石破茂的支持度又创下新低，所以他也积极需要稳定对外的局势，所以彼此各取所需，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发展。好，我们请教这个李正杰将军。这个美国这些专家哈，有时候自称为自己是专家，但是到底了不了解台湾现在局势，而不是你放一些话，我们台湾就把它奉为圣旨，认为说是这个外国月亮比较圆，他们讲的话就比较真。你想想看，美国怎么可能到台湾来加油嘛？当然他们有这个组织啊，但指的是包括北约这些国家，包括美国总共在全世界有120个国家有签订这种协约，也就是说，美国来讲，它的军机、它的军舰可以靠到这些国家去实施加油或运补。可是我特别要说明，如果说是美国军机，如果说是军舰到台湾来的话，那大概就这个踩破大陆解放军武力攻台的最后一条防线就破了哈。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其实各位可能不知道，在这个我们台湾发生88水灾的时候，我们台湾也是处心设法的想要让美国的军机或者军舰可以到台湾来跟我们搭配作战。那时候好不容易逮到一次88水灾的机会，那美国军舰来了没有？来了哈，他用一架这个直升机到台湾来，然后借着救灾之名送来什么呢？我们88水灾那么大的风灾，他送来一辆怪手，然后用着一个直升机调一辆怪手到台湾来，然后我们美军协助救灾。其实虽然说只是一个动作，那大陆来讲，他们不好，这个时候不好讲话嘛。人家在救灾，他说不好借这个理由来讲的话，说你踏进红线里面，就好吧，你就台湾做就做吧。但是这次来讲，我们就演练这个美国如果说是台湾遭受到封锁的时候，我们的美国的这个军舰怎么样运补到台湾来，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做一次这个运补的一个这个突破封锁线的一个演练啊。另外来讲的话，如果说美国真的是军机到台湾来加油，我提醒大家不要忘了斐洛西那个时候，只是也是一架军机过来哈，斐洛西坐的是军机来，然后马上就招来大陆来讲的话，围台的军演，我想大家印象都还深刻。另外来讲的话，美国军机到台湾还有一次是借什么理由？借疫苗运送，用一架运输机运到松山机场。那时候大陆来讲也不好讲话，这个疫苗嘛，这个人道立场，当然不好在这借这个事情大做文章，就让你进来。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跟我们台湾之间，经常利用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候，在做这些这个军机到台湾来的这些小动作哦。那当然解放军看在眼里，这个其实记在心里了。那现在来讲，如果大辣的说要到这边来加油，或者是说来运补来讲的话，我觉得会踏破这个美国台湾解放军的最后一条红线，将它踏破。踏破来讲的话，会招来什么样后果？我觉得我们台湾政府应该细思，那不要每次美国这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放一些屁，讲一些话，然后我们就奉为圣旨，认为说是又嗨了。你看美国又跟我们坚若磐石了，我们台湾要让美国军机军舰到台湾来。这摆明了就是美国想利用我们台湾来挑衅中国大陆，然后借此来挑动另外一场的俄乌战争。那我们台湾要不要上这个当？要不要走上这条路？我觉得要靠我们台湾自己人的智慧了啊！不要变成乌克兰这个第二，变成说是被美国挑弄的对象，到时候打的是我们台湾的老百姓，毁的是我们的家园。所以我希望我们台湾的这些政府应该要这个细思哈，不要随便听美国专家讲这些这个不负责任的话。有些专家可以听，有些专家不见得可以听哦。来。但是马上要上台哈，担任重要职务的，他的讲话就必须要重视。对，川普当然包括在内啊，然后美国的国防部长、副部长，还有第3号的今天科尔吉这4位，他们的讲话还是要注意哦，他们的意见还是要去听哦，因为如果以赖清德的立场来讲，美国爸爸的话都必须要听。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于，第一个，他的主张是说，一旦两岸爆发冲突，就把台积电炸了。那是谁来炸？美国炸还是民进党政府来炸？因为他没有说是谁来炸哦，他说必须要炸毁，所以他到底是要
民进党政府在两岸一旦冲突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民进党政府把台积电炸了？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要理清楚。赖清德也必须要跟我们的国人说清楚、讲明白，说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炸掉我们台积电。我觉得这个要表态的啊。第二个，他的主张就是说，你要我们美国保护你，你必须要有诚意嘛。你自己不保护自己，我们怎么保护你？所以他要我们的防卫预算要提高到1.2兆新台币。观众朋友，我们的整个国家政府的总预算2兆，要拿出一半以上，1.2兆新台币用来国防预算，那目的在哪里？向美国多买东西嘛，向美国多买军备嘛，让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多赚一点钱。为什么？因为他们国防部部长的第2号人物，国防部的第2号人物，他就是做军工企业、军工投资的，他的基金就是在做这个部分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他就是要钱，他也要求日本要提高到多少国防预算呢？要提高到，因为日本的国防预算，他要日本提高到4兆多。新台币，那日本原本就1兆多嘛，用来国防预算，现在要提高到3%，那这也需要日本向美国多购买。你看，他要欧洲呢提高5%的 GDP， 要再提高1000亿美元，所以等于是川普的整个国防的这一些1、2、3号人物，他们的唯一的目的跟川普一样，打钱来。也就是你必须把国防预算都提高，然后向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购买这些军备。我觉得他到时候会给赖清德施加压力，也会给日本施加压力。所以石破茂现在在寻求破解之道嘛。那石破茂的破解之道一手就跟这个川普周旋，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够在川普上任之前，他们能够见了面。现在目前传出说很有可能川普愿意见他了，那当然也花了不少公关费了啊。那但是石破茂的目的，一手跟川普周旋的时候，另外一手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所以他很快的派了他的外交部部长到中国大陆去，就严无义。为什么今天要去？观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因为石破茂一直在强调他是谁的学生，田中角荣的关门弟子，也就是最后一位弟子。是，那田中角荣就是走在美国之前改变跟中日关系的一个日本政坛的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在第85天的时候派出他的外相到中国大陆，改变了中日之间的关系。今天就是石破茂上台的第85天，就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所以选择在12月25号的时候，第85天，日本人是过圣诞节的，是，他们就选择在今天的时候到北京去。我相信是北京要求的。OK， 我判断了，那就代表什么？代表今天石破茂他确实是想要改变中日之间的关系，来给自己增加一点筹码，可以跟川普来去叫板嘛。不然的话，他予取予求嘛。而赖清德呢？赖清德目前来讲，两岸关系搞得那么差的话，你对于川普的要求，你只能够为守是瞻嘛，照单全收。照单全收嘛，你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跟余地吗？一点都没有。我们要增加自己的筹码啦，要更聪明一点。我们就来看看这3个国家现在好像也结成一个盟邦了，讲的是中俄朝哦。我们先来看看北韩，北韩这是第一次会参加俄罗斯的红场阅兵。大家知道俄罗斯的红场阅兵非常有名，今年北韩会派人去哦。卫星还拍到了在北韩这里有一个工厂在东海岸它是武器工厂。他们在快速建造一栋新的建物那外界推测很可能是生产北韩的火星11飞弹那个是帮这个俄罗斯来增加它的武力吗？增威吗？我们看到呢，200多个工厂日夜赶工说是有鼓山大炮，有中程导弹。不断的运往前线，哪里的前线呢？恐怕大家知道在乌克兰了。那朝鲜就是我们所谓的北韩我们看到呢，其实也有派兵到乌克兰的战场去这个是这个来自乌克兰这边的一个说法。那这一次呢，他参加红场的阅兵，是不是有弦外之音呢？外界就讲这是中俄朝这3个国家要肩并肩的一个信号。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红场阅兵它在2015年到2020年之间，中国都应邀参加喽那普京呢，可能还会继续把中国大陆这边的解放军也邀请来参加阅兵活动。
所以媒体就说这3个国家就结合在一起了嘛。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乌克兰现在的状况哦，蛮不妙的，必须这样讲。泽伦斯基他该使出来的招数或者是方法也都用尽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新任的驻乌大使递交国书泽伦斯基说希望进一步发展跟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也算是他的一个希望如果中国大陆可以帮他，或者是在中间做调停可能泽伦斯基其实从战争一开始就传递出这样的希望跟信号，可是中国大陆到现在其实看不出来有接招。而另外欧洲国家当然因为这场战争的关系，他们的经济啊、社会啊、政治啊，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影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战场上面的乌克兰，它有一个最大的煤矿厂，叫做红军城煤矿厂，现在已经变成俄罗斯军人的攻击目标从这个地图来看，包括从这边推进，还有从这个东南推进这个是俄罗斯的军人说是俄军已经抵达距离这个煤矿厂大概3公里的阵地导播也可以让我们看看现场的一个画面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占领啊，外界就推测未来几天之内这个煤矿厂就会被俄军给占领。所以呢，我们看到北约前线国家领导人就说了，没有美国，北约没有办法抵御普京的俄罗斯我们看到，包括这是英国《独立报》的报道说，如果你美国没有在这里支持，北约这些国家其实是没有力气去抵抗俄罗斯或者是普京的一个野心那美国会不会在川普上任之后退出北约呢？他们也会担心啊泽伦斯基就讲了他也在指责一些人，包括最近的斯洛伐克，因为斯洛伐克的总理跑去见普京了，谈的是天然气，所以泽伦斯基就炮轰他说，为什么你要这么依赖俄国？那斯洛伐克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呀，因为天气冷，那燃料还有这些资源其实是不足的。那我们看到，包括捷克的总理也挞伐他，批评斯洛伐克总理说，你去见普京就会影响整个欧洲的安全所以像这样的吵吵闹闹，在欧盟已经司空见惯了。而俄罗斯我们看到他在转移叙利亚的势力，因为叙利亚最近有一个大的政变嘛这个他的这个总统已经跑掉了，阿塞德跑掉了，现在军阀割据，可是俄罗斯在这边的影响力会不会减弱呢？我们先来看看俄国有一艘货轮叫大雄星号，它在地中海的国际水域下沉船上其实载了港口专用的巨型起重机。那西班牙说，这个货轮因为轮机式爆炸，所以倾斜下沉，有16名船员，里头14个人获救，2个人下落不明所以这个也算是一桩这个国际瞩目的一个事件。那乌克兰说这是赴叙利亚运武器所以是谁炸沉它的还是怎么样？因为他说是商船，可是乌克兰又指控他说，其实里头都是在载武器。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有没有可能从叙利亚转进利比亚呢？意大利的国防部部长跳脚了，他说俄罗斯现在把原本驻防在叙利亚的军事物资武器等等现在要转移到利比亚了，将对地中海中部构成威胁大家都在处心积虑的防止或者是在布局。来，先问一下将军怎么看？我想说，俄乌战争现在确实是到了一个关键节点的时候。那我这次来讲的话，我就不带个人的任何情绪，纯粹就军事的角度来跟各位分析这场作战。其实各位可能会觉得说，一下子红军村，一下子又是这个顿内茨克，各地方都在打。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如果说你摊开地图来看的话，你就很明显看得出来，俄军是采取一种叫外线作战，它分别从这个从这个北边这边哈尔科夫、沃尔昌斯克然后南边这边从乌东这个地方采取一种向心攻击，这种作战方式叫做外线作战。然后乌克兰很明显是采取一种内线作战，那内线作战就是这个守势为主。那内线作战有一个要诀，其实内线作战来讲是拿破仑惯用的一种战法。他内线作战就是说我用少部的兵力，然后在另外一边，譬如说顿巴斯这边，我用少数的兵力这边才持久作战，利用空间换取时间。这时候我将我主力
集中在北边另外一线，就是库斯克这个地方来讲的话，集中我所有战力在这边打一场这个漂漂亮亮的胜仗，然后完了以后再转用兵力回来，这个大概是内线作战要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乌克兰在乌东这边来讲的话，虽然说这一年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一直退却，其实我觉得认为他是有计划的退却，它是一种迟滞作战，一种转进作战。那目的是在什么？目的是将他所有的兵力集中在库斯克尔那边，那希望在北边这边能够打到库斯克尔核电厂，然后借着这个核电厂来作为谈判一个筹码。我觉得这是乌克兰舍尔斯基他的一个作战构想，但是内线作战有一个关键的要点，就是说你的这种持久方面，你的这个逐次抵抗方面，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边必须要坚守到你主力方面完成决战之后，你不能溃退。那现在很明显的就是红军村就是最后一仗，如果这边被俄军击灭来讲的话，我们军语上面叫做就没有回旋空间了，你兵力就没有办法再从北部那边调过来。那现在很明显，乌克兰来讲，在库斯克那边，他的主力，他这个北约帮他训练的这些所谓9大金刚都摆在这个地方，然后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又没有办法继续打下去，所以主力都陷在这个地方。然后乌东这边又被这个俄军节节进逼，所以最后一仗一定是在红军村这一战。这战如果一打完以后，如果说红军村一旦失陷来讲的话，那乌克兰可以说是军队来讲的话，就没有任何回旋空间，也就是说，它会被限于库斯克跟这个哈尔科夫，还有这个乌东这边3线夹击的一种窘境。那红军村所以说是最后双方来讲最后一场很重要一场血战的地方。大家不要认为说是这个乌克兰来讲，前一阵子说这场仗打了半年了，为什么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攻下来？其实乌克兰它采取是一种逐次抵抗，那俄罗斯来讲的话，也是要设法拉平战线。那我现在认为这将是一场决定双方来讲攻必克，守必固的一场战争。那乌克兰在这边，我相信他也利用这段时间，将这个红军村经营了很久的一个这个据点阵地、坚固阵地军营在这个地方，那四周也完成了据点的编组哈。那这时候来讲的话，我认为俄罗斯一定会采取这边采取出川的方式，另外有一步会截断它的后勤补给线，截断这边是它的补给线。截断之后，我觉得这个乌克兰来讲应该就很难跑得出去。但是我认为说是乌克兰来讲也不一定就一定败哈，因为它毕竟来讲，它有这个在这边经营了这么久的攻势，坚固据点，它不管是人员阵地的编组，或者是弹药、粮食的预存，应该都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我觉得这场将会是一场这个非常血腥的一场战斗在这边展开。到底仇胜仇负，现在很难讲哈。我特别要说，现在很难讲，因为乌军这边他准备了很久，他有坚固的阵地，有地形之力，以逸待劳。那俄军来讲，他有强大的兵力，他继续攻击。那双方来讲都有决一死战的决心。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红军村将是这个俄乌战场里面这次战争里面这个最血腥的一场战斗。我们希望不要这样哦。像钢铁厂呢也很血腥，是对啊，来，希望跟现实有时候都有距离了。对啊，现在圣诞节啊，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悲剧就是这样不停的发生哦，因为红军村俄军确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围了，是。那最后整个切断它的后勤补给的时候，就完成了整个包围。整个包围下来以后，他要不要采用您刚刚讲的钢铁厂的方法？是啊，就是猛攻。可是问题就在于钢铁厂的方式，我们看到双方的这个消耗太大了啊。那以俄国在过去的钢铁厂的经历，我判断啊，他们这次可能不会采用这种猛攻的一个方式，因为它的这些矿产，它的地下的坑道实在是密密麻麻，而且呢，他们也经营了很久了，所以在地下坑道里面所部署的这些武力啊，如果说俄军贸然的就直接冲进去的话，我觉得双方的厮杀，近距离的厮杀，那这个还有甚至鬼雷各方面，那伤亡会很惨重，所以相当有可能是切断它的后勤补给完成了包围以后，红军村它的战略价值就失去了。原本整个红军城它的战略价值是来自于它是对于乌克兰跟俄军交战的前线，它最主要是一个交通的枢纽点，所以它不管是武器弹药、装备，还有人员的运输，都是经过红军村这个地方来进行配送的。是。那现在把它围住以后，它的功能就失去了。功能失去以后，乌军就没有办法再配送
这些人员，没有办法再利用这个战略要地的话，其实对俄军来讲它就够了。也就是说，他不需要再猛攻进去。为什么？因为只要物资一直送不进去的话，困守在里面的这个城镇里面的几万人，他们的生计甚至军人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围下来而不猛攻，这个慢慢的打，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性比较高的。另外，提到的有关于阅兵的问题，因为10年前，2015年的时候啊，也就是俄国他们在2次大战的胜利，也就是卫国70年战争啊的纪念日的时候，他们也举行了盛大的阅兵。那时候有邀请中国大陆的3军仪队有去参加，所以当时习近平跟他的夫人都有去出席这个阅兵典礼。那中国大陆的3军仪队也有出席。现在是80周年了，也过了10年了啊。过了10年以后，如果朝鲜的军队也去参加这个阅兵的话，那就是第一次我们看到了就是中俄朝3国的军队。但是中国派的是仪队，而不是武装的部队。是仪队是负责典礼的啊，那他基本上是比较不是，当然并不表示说仪队的士兵是不会作战。仪队的士兵他基本上来讲是护卫元首的安全，因为一旦在战时的时候，他的任务就是护卫元首的近距离的安全，他们的一个工作啊。但是问题就在于说3个国家的军队同时在一个画面内，那当然就会引起欧美的国家认为是中俄朝的军事联盟。其实中国大陆一直反对建立军事联盟，它建立的是军事的协作伙伴关系，而不是同盟关系。是，不过因为同框的关系，外界就有很多的故事，会有很多的看法。没错，来彬哥，其实中俄朝现在他们本来关系就不差，那现在当然是更紧密。是，可是我必须说，乌俄战争造成了一个对整个东亚来讲很坏的影响。什么坏的影响？就是北韩的战力快速提升。因为过去北韩虽然军队数目本身很庞大，可是它武器是老旧的，很多装备是几十年都没有更新的。可是经由俄乌战争，它不但获得了很多新式的装备，然后能够让自己的武器快速换代，然后在弹道导弹上面的这个科技也大幅的增强。更重要的就是它获得了很少国家有的实战经验，而且是现代战争的实战经验，包括无人机战争，这个连美军都没有这一方面的相关的经验，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北韩虽然你看乌克兰现在很多新闻故意嘲笑说什么北韩的士兵在面对无人机不知所措啊，没有俄军有经验干嘛？但是老实讲，经过一阵子，再让他们打一阵子，他们的经验就会变得很丰富。那个时候他的战力恐怕就变东亚最强。那请问一下，这个对整个东亚来讲是个好消息吗？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去关注在这一些地方。那至于说红军城这里我也认为普丁是刻意把它打慢，我就慢慢打，根本不急。其实有点类似围点打援，我看你乌克兰能够投入多少物资、多少你的装备、多少人员来这个地方，反正你来一点我就不打一点，来一点就打一点。所以恐怕红军城这个战争如果告一段落，乌克兰整个国力大概也就枯竭了。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最近普丁他整个速度并没有加快，他是慢慢这样打，他确保自己的人员不要损失。所以你看到乌克兰现在人员枯竭到什么地步？最近有个消息出来，他们投入了全无人化的军队去作战，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轨雷啊、无人的车辆啊。其实一方面这是一个新式的战争，本来就可能会出现状况。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乌克兰的人力匮乏到什么地步。他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力可以去做，只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顶上去。但当这些他有限的物资顶完之后，请问一下，他还剩下什么？这是他的情况，恐怕是越来越不妙。所以非常糟糕哦。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呢，川普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放了很多话，感觉他要把美国的版图再拓展，他要买很多国家，买很多地耶。川普扩张的野心在哪里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前国安顾问波顿提出警告，说川普的第2任期更有可能爆发重大的国际危机，因为川普没有政策连贯的概念，所以 watch out 要小心可是你担心也没有用，该来的还是会来。第一个，川普讲了好久讲了好几次，说要把
巴拿马的运河收回来哦，这个控制权。那你看到巴拿马就一大堆抗议的群众在街头焚烧川普的肖像哦，甚至聚集在美国大使馆外头，高呼说川普滚开，入侵的外国佬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还没上任就已经点了好几把火哦。那也有一个当地的报道是这样讲的，说为什么川普急着要把巴拿马运河权给拿回来？因为啊，川普集团在巴拿马当地其实是有开饭店的，可是他逃漏税哦，所以他打官司。那顺便把这个巴拿马运河给这个要求说控制权拿回来，就是对他的官司可能有帮助哦，有一点点是跟巴拿马的政府施压啦哦。可是为了这件事情哦搞这么大，有可能吗？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丹麦哦，最近也有点生气，因为川普也点名说这个格陵兰啊，我要给他买下来。那这个虽然他们已经坚决说不可能，可是丹麦可能心里还是怕怕的，所以他升级了北极的防务哦，迎 F-35要因应川普100%认真的要买格陵兰，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蛮有趣的啦哦，蛮诡异的。CNN 就讲哦，川普的扩张美国版图的计划已经直逼路易斯安那购地哦。大家回头来看历史，1803年这个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是美国向法国购买哦，这个法属的这一块地哦，是现在美国国土的1/5强哎，很大一块呢。可是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古早时候的事情了。还有另外，在1867年，美国也买了阿拉斯加。大家知道吗？现在的 Anchorage 阿拉斯加这一大块土地就是美国当年跟俄罗斯买的，所以现在川普要复制过去的经验吗？如果他都成功了，他的野心、他的版图就更比之前1803年跟1867年更多、更大哦，更这个野心更蓬勃。而另外呢，这是平安夜哦，大家知道今天圣诞节，祝大家圣诞快乐。可是有人不快乐，在美国有人也不平安，包括平安夜这个晚上，美国航空爆出了意外。结果造成飞机停飞，说是技术问题，1个小时之后恢复运作，可是 delay 了好多的班次啊，有19架次的航班被取消，多达900个航班受到延误，大家都要急着回去过这个 Christmas Eve。结果抱怨连连呐，你可以看到数千名旅客哦，带着小朋友啊，又这么冷哦，然后呢，在机场大塞车，所以美股的早盘，美国航空一度跌了将近3%。另外呢，星巴克的员工因为排假的问题，因为酬劳的问题罢工了。你可以看到，在圣诞夜、平安夜，星巴克的咖啡师罢工，蔓延在全美国45州，300多家门市哦，所以其实也蛮活泼的啦哦，民主就是很活泼。那中国大陆这一方面，或是南方国家这一系列都在干什么呢？中国大陆的两会1年1度的政治大戏又要登场了现在拍板，3月4号、3月5号在北京召开。路透社就说，中国打算救经济，所以使出大招。明年打算发3兆人民币的特别国债要来救经济、提振经济。而另外呢，泰国、马来西亚等9国明年1月将会成为金砖国的伙伴国你看到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古巴、哈萨克、乌兹别克还有乌干达9国明年1月1号就是跨年之后就会正式成为金砖国家的伙伴国。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有发出评论说这个机制这个代表性进一步的扩大，它的感召力跟影响力更加的彰显所以他们要团结，更促进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平台。马来西亚有媒体也报道了，包括电动车，我们大白话很关注的中国大陆，当然它的技术是遥遥领先，所以现在传出了中国的电动车要协助东南亚的汽车产业转型发展，包括你看到比亚迪、五菱这些中国电动汽车的品牌在东南亚都会有一些新的进展，因为这个电动车的发展越来越蓬勃，得到的影响我觉得是好的。我们看到能源总署说，明年石油的需求减少6.4%，很好啊，空污应该也会降低吧？来，赖老师，路易斯安那州以前是很大的
就是您刚刚讲的，已经占美国现有的国土的这个1/5啊。其实，在拿破仑时代啊，拿破仑也不是愿意卖，他当然也想守住路易斯安那州，可是由于拿破仑在跟英国交战，他自己知道说，他如果继续跟英国交战，他最后如果跟美国也为敌的话，那他也守不住路易斯安那州，所以他是被迫无奈啊，在权衡利弊的得失的情境下，被迫无奈，因为不能够同时得罪这2个国家，或者是说不能够得罪另外一个英属的一个国家啊。那当然，美国已经独立了，不过在这个情形下，拿破仑他不得不把这个土地就卖掉，而且还分期付款拿到这样的一个悲剧所以对法国人来讲，内心里面永远的痛就是丢掉了这么一大块土地。那这个对美国人来讲的话，那当然他最大的快乐就是不是抢就是买嘛因为有很多土地，因为美国原来就有在东部的13州，它广大的土地是抢来的，原来是有原住民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它的不断的往西扩的时候，就不断的抢完了以后就买了路易斯安那州。那我们看到加州那边都是抢来的嘛，德州、新墨西哥都抢来的，然后还有就是夏威夷也是抢来的，因为夏威夷本来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它独立的王国，而且当夏威夷跟法国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时候，美国人就介入，就搞了政变，然后政变以后推翻以后，就把这个国家就抢走了所以夏威夷是抢来的，然后呢，阿拉斯加是买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不是抢就是买这个就是美国，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版图。有这样一个版图，看起来川普是野心更大了，他想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一个总统，也就是说，他又是另外一个扩张版图的一个总统，所以他现在已经说巴拿马运河我要回来。那现在大家国际上都在看如果美国真的下手派特种部队去占领了这个巴拿马运河以后，有哪一个国家敢反对？哪一个国家可以阻止？我们来看。可是这个时候我们长荣可能又会受到重大损失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蔡英文不是跑到巴拿马运河去去剪彩吗？是去敲那个瓶子，说哎呀，这运河我们又跟巴拿马运河又住了20年嘛，然后又扩充它的港口，那我们的长荣怎么办呢？还有这个香港的李嘉诚集团该怎么办呢？然后这个格陵兰、丹麦该怎么办呢？如果美国开始要抢的话，那这些国家该怎么办？不过当美国人抢的时候，美国还是要防一手，因为俄国普丁说，我们的以前的领导者沙皇把这个阿拉斯加卖掉，这是非法的买卖，我并不承认。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支持者瓦格纳他的这个非洲军团，他就已经做了一个动画 AI 的动画，就是他们已经收回了阿拉斯加，而且派一组巡逻队这是 AI 人工合成的，派一组巡逻队在阿拉斯加跟加拿大的海岸线上开始进行巡逻。真的假的？是真的，这是真的有这影片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俄国的这个普丁也是想把他过去非法买卖的土地拿回来，收回来，而这个川普想扩张他的领土，小国皮绷紧一点赶快寻求大国的帮忙协助吧。是，这些政客都好疯狂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彬哥怎么看？我是觉得这个现在川普上来真的变数太多了。那问题是，他想要去对人家有领土野心，我真是觉得他真的想太多。你看现在巴拿马也好，或是丹麦也好，那边都是直接反弹的，这人家怎么可能去同意你这个东西嘛？你太夸张了。以前不管是路易斯安那也好，或是阿拉斯加也好，那都是因为法国跟俄国他们面临欧洲的战争，他鞭长莫及，对，所以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现在人家怎么可能做这个决定？因为你要的是人家的全国你开什么玩笑？那个是巴拿马运河就直接贯穿巴拿马，你是要人家主权割哪？这不可能嘛。那丹麦现在的回应的方式是什么？就是那个格陵兰不是由我们决定的，
为什么？因为格陵兰是自治国，对，对啊，实际上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政府啊，他们也 say no 啦。对啊，他们当然直接 say no 啊，对啊，这人家怎么可能会同意这种东西？但是我认为美国其实当然，我觉得川普也不是笨蛋啊，也不至于狂到认为我要你给我，你就会给我，他不是这样。我觉得这都是他谈判的一个筹码，就是我要了嘛，我要了，你到底要拿什么东西来换？就是这样。那上次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要过格陵兰，结果丹麦不给，那一次他就直接取消跟丹麦会晤。好任性、哦。对，就这样的。那这一次，我觉得他会继续出招。你说丹麦现在要迎接 F-35，搞不好他 F-35就不给你。对，我刚想 F-35不是美国的吗？对啊，是啊，所以他是有可能不给他的、哦。因为土耳其之前就是因为不听美国的话，所以 F-35就不卖给他。是，对啊，所以美国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大概头都很痛。那但是呢，我必须讲。美国现在，我一直觉得美国的基础建设面临很大的问题。对，他们如果没有快速提升的话，这个对美国整体国家的发展是有非常大的害处的。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导致美国的产业很多都呈现停滞化。你产业只要一呈现停滞化，你的薪资也会呈现停滞化。可是美国其他行业薪资都在上涨，那当然罢工的事件就越来越多。可是他们罢工有的时候是一种无厘头的罢工，比如说他们的港口工人罢工。就要求说不能够有自动化机械来取代我们，那你做这样的罢工，人家大陆现在自豪的是我港口几乎全部都是自动化，然后你们还要留人力，这不是很奇怪吗？那星巴克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常去星巴克，你知道咖啡师是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是咖啡师，就穿黑裙子那个才是咖啡师，对，那是有执照的，所以不是每一家店里头每一个人都是哦。是，那当然他们有他们特殊的专业，他会要求更高的薪水，这也是很合理的。那至于说。电动车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我一直很担心的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发展这么迅速，世界各国都在追。台湾现在电动车看起来好像是在压学步，虽然有国产电动车啊，可是我们的发展还有整个充电桩的设置，我们是不是落后人家落后太多？蛮落后的，我们只有摩托车好像还可以，对啊，对不对？来进一下广告。请问将军怎么看川普的问题？我觉得在今天晚上是平安夜的晚上，这时候圣诞老公公正驾着他的雪橇，对，越过北极上空，到全世界各个小朋友家里面去分送礼物的时候，那川普在这时候真的是提格陵兰的问题，确实让人家觉得说你很扫把，你很这个不是食物哈，这么快乐平安夜，你这时候在这边要抢这个北极这个地盘。那我特别提一下这个巴拿马运河，其实巴拿马运河虽然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河。但是这个运河大概只对美国比较重要，对其他各国来讲比较不重要。因为大概不会有欧洲哪个国家会绕过巴拿马运河以后，再经过大西洋到中东地区或到欧洲地区去。所以说是美国自己东西两岸是非常重要。我在这边特别跟各位这个科普几个小知识哈。你知道大西洋的海水高度跟太平洋是不一样高的，相差了24公分那么高，所以它不是说是直接打通的，它是上去要做船夹，然后经过一个淡水湖以后，再到另外一头，然后再做船夹下来。那这个，所以它没办法直接开过去。也因为如此，大概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它的主力战舰密苏里号啊这些，它就没办法做得比大和号要大。大和号的舰炮是46公分那么大。然后密苏里美国的战舰只有40公里，那么40公分那么大，